美国军方总是在真相就要暴露之前就匆忙销毁了所有的证据。或许只有国际局势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才有可能找到机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军紧急销毁驻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病原体。3月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披露，乌克兰战争打响以后乌克兰卫生部向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生物实验室下令，要求这两个美军资助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紧急销毁能够引发瘟疫、炭疽、霍乱等特别危险的病原体。这个消息让美军在全球各地大量建设细菌和病毒实验室的阴谋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让全世界的人忧心忡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强调，美军应该允许国际社会核查各类军方生物实验室，公开试验内容。美国对于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研究是特别感兴趣。100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就撰写了一部充满种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前所未有的入侵》。在他的这部小说里面他预测中华民族复兴。为了打断中国的崛起，他设想着西方在1976年出动无数的轰炸机，用试管装满病毒投掷到中国的大地上，让中华民族彻底灭绝，一个活人都不剩下。我们不知道杰克·伦敦的这部小说给美国军方产生了多少影响，但是美国陆军对于各种病毒和细菌的重视程度却让人不由得提高警惕。美军对于病毒武器的重视有2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防止其他国家用病毒来袭击美国，另一个方面当然就是用病毒来针对敌对国家。为了测试细菌和病毒的威力，1950年的9月20号，美国海军的一艘军舰停在旧金山附近的海岸，开始释放气球，气球到达市区的上空爆炸，释放出包含粘质沙雷氏菌在内的2种病原体，感染了80万市民。1966年，美军研究人员将充满细菌的灯泡故意扔在纽约地铁站上，数千名纽约市民被感染。这些丧失人性的试验仅仅是为了美军能够在报告中写上一句结论：用生物战气雾剂袭击海港城市是完全可行的，以及在交通高峰期用致病性病原体进行的秘密袭击，能够使许多人受到感染，并随后生病或者死亡。美国政府和军方连自己的老百姓都敢下手，对外国老百姓就更不会客气了。美国军方大量的开设病毒实验室，从事着种种不可告人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实验室当中到底藏着些什么东西，会对人类的健康和人类社会的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会不会比新冠病毒更加可怕？美国军方是不是真的想要采取什么人类清除计划，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全部灭绝呢？细菌和病毒可以完全摧毁一个国家的正常的运行。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对疫情的抗击流于形式，发生了很多此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英国，因为没有人包装，没有人开卡车，导致大量的食品无法从工厂送到零售商的手里。在瑞典，因为教师大量的缺编，学校教育受到严重的影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病毒造成了大量人口失去了工作能力。他们虽然没有被夺去生命，但是没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和感官能力去从事正常的工作。更可怕的是，病毒可以长期反复地折磨一个国家，让整个社会一直不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行状态，逐渐地走向衰败，甚至是灭亡。这样的折磨甚至比核武器更加的残忍。非常棘手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如果遭到病毒武器的袭击，想要战而胜之，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首先是现代化的防疫处置能力，其次是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目前情况来看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其他国家不是缺第1项就是缺第2项。
虽然全世界对美国陆军各敌病毒实验室的怀疑是日甚一日，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有效的手段来核查他们的运行。美国军方总是在真相就要暴露之前就匆忙销毁了所有的证据。或许只有国际局势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才有可能找到机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